根据古永强、陈玉明、冯初九3个人的口供，加上法政部方面初步的报告，我们暂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谋杀徐世达。但是我们会先落案起诉他们非法处理尸体罪。这3个疑犯因为在申请逆权侵占，所以有杀人动机，再加上他们住的那栋房子牵涉到地产发展商收购行动，所以社会特别关注这件事，尤其是传媒，大家做事的时候要小心。明白。总之，越快破案越好。当然。好 ，Sir， 报告完毕，我走了。OK。Ada， 等一下啊。警察公共关系科的程 Sir 打电话给我，希望你在最近这几集警讯亲自叙说光明居士那个案件，希望能够警惕市民，让他们不要迷信，被神棍欺骗。他们很快会通知录影的时间，所以我提早告诉你。高 Sir， 其实我不行的，那个案件其实你也很清楚，我想高 Sir 麻烦你代替我去吧。你要我去？是，高 Sir， 你既有分量又有台型，最重要的就是见惯大场面了。你出场一定会很稳重，而且大方得体。我去肯定是一直 NG， 我不想影响他们的拍摄进度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。那我打个电话给程 Sir， 如果他 OK 的话，我帮你过去。陈 Sir 那方面一定是求之不得的。那我先回去做事了。Thank you, Sir。已经查到，死者徐世达的侄子徐永利是加拿大籍华人，案发前2天从加拿大回到香港。案发当天的下午3点钟，他经落马洲过关去了内地，到现在还没有回到香港。已经跟入境处那边打过招呼，只要他一入境，就会立刻通知我们。古永强、冯初九、陈玉明他们3个的口供都说，案发当天下午6点半去过徐世达家跟他大吵一架，之后晚上8点半，陈玉明去找冯初九跟他说徐世达已经死了，也就是说徐世达应该是在6点半到8点半这段时间遇害。徐世达的侄子徐永利在那个时间已经离开香港，可以肯定他不是凶手。死者20几年没有回香港，就算有仇人，也不可能这么快就知道他回来了，并且这么快找到他报仇，也不可能是他巴西的仇人跟到香港才对他下手啊。来来去去还是这3个人最可疑啊。不排除其中有人说谎话，或者3个人都有说谎话。Madam， 胡永强先生要见你。谢谢。有话请说。Madam， 我有个问题。你问吧。Madam， 如果我现在转为污点证人，我说出谁是凶手，以后上法庭那条什么非法处理尸体罪，法官会不会网开一面，判轻一点？那就要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，对我们是不是有帮助。是的话，我们会替你向法官求情轻判。Madam， 我要说出真相。请你说出真相。杀死达哥的凶手就是明姐，相信我啊，Madam，我可以肯定。为什么上次来录口供你不说？我当时很害怕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我回去之后仔细的想过，我是一个1等1的良好市民。你是良好市民就不会毁尸灭迹了？你也有可能为了掩饰自己杀了人而来诬告其他人，以为自己可以脱身。当然不是了，Madam，我杀了人，我早就躲起来了。给我天大的胆子，我也不敢进警察局啊。那你有什么证据说杀死徐世达的人就是陈玉明呢？凭我的推断能力，没有错的。那个杀人凶手啊，一定是明姐。那他跟你说过那天晚上8点多他去找达哥。对呀。他进去没多久就慌慌张张冲出来说达哥死了。嘿嘿嘿，一定是带着自己的私人物品过去，说是勾引达哥，其实是杀他。什么私人物品？喂，说清楚点，什么私人物品？我说的是春药啊，达哥一定是吃了他的春药，所以弄得他昏昏沉沉的，然后就趁机呢把达哥摁到浴缸里淹死他。是这样，一定是这样，我猜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你的春药啊？不是，这些是维他命啊。这是维他命？是啊，原来的瓶子还放在外面。那这是维他命 C， 还加了钙质。你们不相信就拿回去化验了，2种药一模一样。那你为什么要把维他命放在这个药盒里？
那些客人来我这里啊，经常会跟我拿药的。哎呀，你知道啊，那些春药吃太多会死的，所以我就拿维他命 C 哄哄他们了。那你那天有没有把这些药丸拿给死者徐世达吃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拿过去。哎，我都说了，那天我一走进他家，就看见他死了啊！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那个古永强说出我家有春药。阿 Sir Madam，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。其实呢，我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。你能确定再说？我记得的，那天晚上呢，大概是8点多钟啊，我刚洗完澡，化好妆，准备把头发吹好呢，就去找达哥。结果我家里的灯呢，突然闪了一下，我以为电表又坏了，所以就走出去啊，看看电表。可是我一开门啊，就看到酒主席拿根棍子走过去。哎呀，我看见他怒气冲冲的，凶神恶煞，我去杀了人呀！不用问了，酒主席啊，一定是拿棍子去把达哥给打死了。你们说法证什么都能验出来的，赶快去酒主席他家，把棍子拿去化验，那根棍子上啊，一定有酒主席的指纹，而且一定是杀死达哥的凶器。不可能吧？说我杀他？别捉弄我了，别冤枉我啊！我们目前还在调查，不是说确定你杀了他。哎呀 ，Madam， 我真的是冤枉的。但是有人说亲眼看见你在案发当晚凶神恶煞的拿着棍子回到家里。之前你是不是去找过徐世达？啊，是啊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那你怎么解释家里有这根木棍？我也想知道是哪个坏蛋把这根木棍放在楼梯上，害得我差点摔死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慢慢说清楚。那天呢，我们3个人被达哥赶了出去，当时我们都是一肚子气。我觉得饿了，所以就想出去吃碗馄饨面就算了，一边走一边想，哎，以为这个年纪啊，终于走好运了，拿到100多万就可以养老了。可是他一回来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一边走一边想，越想就越生气，本来就一肚子气了，哎，根本就没有胃口，干脆不吃，回家算了。那时候几点？8点。你能肯定？是啊。那我上楼梯的时候，走着走到楼梯拐弯的位置，楼梯灯突然闪了一下，我被棍子绊倒了，整个趴在楼梯扶手上，脸正好对着手表，看就是8点。请你坐下。哦。然后怎么样？然后我就把棍子拿回家，打算以后一个一个的问清楚，看是谁那么没公德心，把棍子放在楼梯上，差点把我给摔死。后来没多久，大概半个钟头吧，明姐过来拍门说，大哥死了。阿婶，Madam， 你们真的要相信我啊！要我说呢，那个古永强才最可疑，他可能就是凶手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我不是证明我无辜，所以我才故意冤枉他的。我是亲耳听到他说的。那天我们3个人呢，听到达哥说要我们搬走啊，我们还被他赶了出去。一出门口，古永强凶神恶煞，满脸杀气。他说：“那家伙居然那么绝情啊！死了算了啊，最好明天就看见他死了。”你不相信可以问明姐，她应该还记得古永强说过这句话了。还有啊，我们3个人看见达哥已经死了之后呢，我第一个说要报警的，古永强一手就拉着我，说不要报警，说大家一起把尸体给处理掉也就算了。你看他多狠毒啊！用攻心计，他还想搞什么不在场什么现场证据，想掩饰他不是凶手。哇，他这招攻心计可真够狠毒的。阿 Sir， 是我先来爆料的，你们现在反过来怀疑我？总之，现在你们3个都有可疑。你老老实实跟我说，案发当天8点钟你在做什么？在家里上网。一问立刻就回答，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？我当然记得了。那天晚上我在家上网，突然屏幕跟所有灯闪了一下，然后就断线上不了网。我这个人反应一向很快的，立刻就看钟，马上想到昆明公司这时候会不会已经下班不接电话了，所以只知道是8点。说到这儿，我一肚子火，我打去昆明公司打了几百次都没人接电话呀！你说像现在这样的服务态度行不行啊？所以我肯定记住，当时几月几号几点，我有空就投诉他们。待会儿到昆明公司复查。 Yes sir。 我知道了。干什么？有话就说，你拍什么拍？Sir， 我终于知道了，不止明姐杀人，凶手还有酒主席。大哥一定是被他们2个合谋杀死的，这次一定没错。又为什么？理由很简单，那天我看见酒主席啊一直跟明姐眉来眼去，他们2个一定是计划好了，是在我面前演出戏，想冤枉我。
这种破桥段落伍了。我是个超人吗？怎么会被他们骗？我是看999谁是凶手的。99什么？999谁是凶手？曹达华演的粤语长片。这叫超人。啊，我回来了。哇，这么晚啊？我快要被那3个人给气死了，忙了半天白忙了。哪3个人那么强啊？可以气死我们 Madam Lin 啊？就是上一次密斗突然起火发现焦尸的那个案子。那个，就是死者有3个租客，之前一起办逆权侵占那3个人。就是他们3个。之前办逆权侵占的时候啊，3个人齐心协力，现在就你告他，他告他，一会儿说这个是凶手，一会儿又说这个跟那个是同谋，一会儿就说有人拿着棍子把死者打死，一会儿又说是有人趁死者吃了春药之后头晕眼花把他杀死了。哇，这么精彩！验尸报告已经出来了，那个死者肯定是淹死，死者胃部没有发现死前服食过任何药物，身体上也没有任何被硬物袭击过的痕迹，都不合啊。刚开始我也以为有新的线索了，可是后来慢慢发现他们根本没一句真话。哎，也不是啊，唯一有一点他们说的一模一样。哪一点？就是大家都说案发当晚的8点钟家里的灯闪了一下。不过像那种老房子里面的电线已经老化，而且电压也不稳定，电灯闪了一下也很正常的。哎呀，我真是被他们气的，不止头晕，而且眼都花了。我好累，不跟你聊了，我去洗澡。就是大家都说案发当晚8点钟家里的灯闪了一下。是谁？是谁？不 Sir， 你是凶手。大特兄，不好意思，我去厕所了。不 Sir， 我刚才好像听到你说谁是凶手。他说我是凶手。我也想听你的解释。你杀了他，你还不是凶手？死老鼠？我爸跟我说过，住在这里3楼的7婶跟他说过，这栋房子的灯经常都会忽暗忽亮。我就想起那3个租客的口供里边也都曾经提过，在案发当晚这里的灯也曾经闪过。老房子的电压不稳定，出现这种情况一点都不奇怪。所以我问过电力公司，附近的电压站在案发当晚确实是有维修工程。案发当晚8点钟灯忽暗忽亮，很可能是因为维修工程所造成。不过我还想起一件事，我小时候住在这里，我还记得这里的老鼠很多，老鼠咬破电线的情况很普遍。我想来案发现场看看有没有这个情况。所以你就故意把灯关掉？没错，我刚才看到一只老鼠在柜子那边，一进来一开灯，那只老鼠想躲起来，就被墙边那些破电线给电死了。 Sorry。 对了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听 Ada 说，那3个租客都说过，当晚8点钟的时候灯突然闪了一下。我跟你想的一样，我想老房子里面所有的电线都一定很残旧而且破损了，再加上你现在又问过电力公司，就证实那天晚上是有维修工程，这就已经解开我那么久都解不开的疑问了。我在解剖尸体的时候呢，我发现他的右手食指上有一个被烧伤的痕迹，那个伤痕应该是在死者死前所造成的，而且我推测死者是触碰到房里一些破损的电线，而导致手指被烧伤。我的想法跟你一样。事发当晚8点钟，受到电压站维修工程的影响，这里整栋房子的灯都闪了一下，那盏台灯的灯泡也都烧坏了。死者以为是插头松了，于是就把手伸到柜子后面，想把插头插好，但是一不小心手却接触到地上一条破损的电线，触电，所以右手的手指就被电烧伤了。通常一般人接触到240伏特或以上的电流，都有可能出现心律不整，甚至神志模糊的情况。死者可能是想直接走进浴室洗个澡，以为这样可以清醒一下，
死者因为头晕，就没注意到进浴室之前有一个门槛，脚一滑，整个人就摔进浴室里面。所以门槛留下死者塑胶拖鞋鞋底的污渍，而死者两边膝盖上面的淤血，应该就是他摔倒的时候跪在浴缸旁边所造成的。现场浴缸的水还没有放满，我估计这个时候浴缸的水还没淹到死者。直到陈玉明进来找死者之前没多久，水才淹到死者脸部，导致他窒息而死。而一个正常人晕倒在水里面不到3分钟，就会肺积水、呼吸困难，而导致死亡。我看过这盏台灯，灯泡的确是烧掉了。只要我们在破损的电线上找到属于死者的皮屑，就可以证实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在死者家的柜子后面的电线上发现的皮屑证实是徐世达的，这就证明我和 Mandy 的推论正确。徐世达是不小心触电引致晕眩，短暂失去知觉，所以才会不小心趴在浴缸上淹死。想不到徐世达的死是属于意外，还以为那3个租客真的要谋财害命呢。通常你们搜集证据是为了要将凶徒绳之于法，但是这一次偏偏是帮3个嫌疑犯洗脱嫌疑。应该是说，我们工作的目的是找出真相，不让凶徒逍遥法外。还有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，要做到无妄无纵，对吗？我知道了，2位最佳拍档，这次破案全靠你们2位帮忙。应该是你帮我才对，要不是那天你跟我说那3个租客曾经说过灯突然闪一下，我们也不会联想到死者是死